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来到了西安市的长安学巷。那顾名思义，这一条巷子甚至整个街区都是卖一些字画或者书法有关的东西。那顺便讲一下我这个扫街系列。那在这个系列里面，我们会选一些有本地特色的地方，走一走，逛一逛，再拍一下照。因为我们这个频道并不是摄影频道，那拍照只是我个人爱好，完全是为了公诸同好。那所以如果拍得不好，千万不要怼我。这一个碑林拓片就是西安碑林这个地方石碑的拓片，这些也是从石碑上面临摹出来的。这个自行车我们小时候就叫它28大驴。在这里的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字画小店。这里居然还有一间日本的料理店，我看它门面装修的都挺不错，挺有日式风情的味道。从这里进去就是字画一条街，这里大部分店都是卖字画的。这家民宅的大门看起来很有格调哦。这家路边的小咖啡厅看起来都挺有特色，我忍不住要拍一下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街上面还是一些字画的门店。从一条小巷转进来，就发现这里有很多字画的小摊位。这些卖字画的小摊位基本上都是卖回摊主自己的作品，所以可以讲他们个个都是心怀绝技的。这里有各种书法和国画作品，真的可以讲是琳琅满目。
我个人感觉现在大陆的书画界都是比较式微的，特别是年轻人对这种东西都比较没有兴趣。原来我们刚刚逛的是书院门艺术城，原来这边才是正门。书院门跟长安学巷都是属于同一个街区，它们原来是一巷之隔。书院门这里也是卖一些国画或者书法有关的东西。在广州也有这种类似卖书法的地方，那广州的店基本上都是负责买卖的，在现场画画是很少的。那简单来讲就是读书的气氛没有这么强烈。这位大爷他就自称在这个扇子上面作画已经几十年的了，特别是这个葡萄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这种扇怎么卖？啊？怎么卖？这个80，这个都是80，这个150哦。哪个150？这种啊？哦，这个给你要70啊。不是，你说哪个150？这个150，这2个，这一个，这3个。比较复杂是吧？哦，那都是创意的，这都是自己创意的，自己构图、自己创意的。这个是80是吧？哦，80葡萄嘛。你到书院门你根本找不到。这个风格都是我自己独创的。我画了10几年葡萄后，叫你画的，那你再能找到这个风格，我给你1分钱都不要。因为一个风格，这都是几十年的磨练出来的。啊，你就画这个葡萄，你看这个结构，这个晶莹的这种，你笔下去一笔成型的。你看这，它这能把葡萄你要画成圆的啊。那书院门我们就逛到这里了。总结来说，这里还算是比较有地方特色的。那我个人本身对于这些国画啊、书法这些方面的东西是不太熟悉的，但我个人还是希望这些有着强烈的传统文化的地方能够保留下来。那如果大家需要买一些关于字画啊、书法有关的东西，可以到这里来。这里就是我们的下一站大学士巷。等一下，那当我们差不多到大学士巷之前，我们就在它的附近发现了这个这么帅的牌坊，然后我就不得不要进去这个牌坊里面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然后我就发现这里原来除了买一些杂物以外，就是一些拜神的东西。原来这里是西安城隍庙前面的街道，那怪不得这么多拜神的东西可以卖了。那我们回到了大学士巷。相传在唐朝时期，为了让一些外国的来士来学习汉语文化，于是就是在这里建设了一些学馆，让不同文明、不同文化的人可以在这里学习交流。然后这条街就叫做学习巷了。
因此这里跟西安的穆斯林文化也有一定的渊源。到了现代，在这里居住的人主要还是以穆斯林为主。这一位大哥好像很生气，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拍了一张这样子的照片，我一拍完他就弹起来了。这一间卖酸梅汤的小店装修的还挺可以啊，我都忍不住要拍一张。这一个就是粉蒸肉，是回民，就是当地的穆斯林的特色小吃。那在街上面看到这一碗蒜，就可以证明这一个摊位是卖面的，因为西安人吃面是一定要用大蒜来配的。听西安人说，吃面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就是这样了。这里也有一些穆斯林的字画店在这里，所以如果你要来西安了解当地的回民文化，来大学巷就一定没错。回民的灌汤包也是非常有名。你看这一间卖灌汤包和蒸饺的店，生意就非常好。从学习巷走到尾就可以到庙后街。在庙后街这里有一个回民的传统市场，这一个市场真是他们本地人平时生活的市场来的。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市场里面到底卖什么东西。这个是水果摊，那清蒸的辣牛肉也是非常有名的。当地的回民非常喜欢用这种嘟嘟车作为交通工具，我个人来说呢，也觉得是非常方便。这个玫瑰净糕也是当地的特色之一。接下来就是在庙后街有名的秦宝肉丸店，那因为这里的老板娘外貌比较出众，所以就变成了这里的一个小网红。而因为老板娘的名气，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这个店的名字改叫秦宝西施肉丸，然后老板娘也被称为肉丸西施，是不是很美？那我跟美女拍照，搞到我都有点紧张，有点手抖。那从庙后街出来就可以到非常有名的回民街，这里有很多很出名的当地小吃。那因为回民街这里实在是太有名了，所以我也不打算再介绍了。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西安再慢慢体会吧。那这一支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。